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极境之美，我是 Melvin。你有多久没有真的一个人了？不是那种下班路上的独行，也不是咖啡馆里边看手机边假装孤独，而是那种没有回信息、没有任务、没有交办事项的空白时刻，只有你和你自己。那我在1个多月前的这一集节目里面呢，分享了我一个人去梅西自驾的故事。我在国家公园里空出一段时间，什么也不做，不滑手机，不点音乐，不回讯，只是坐着和自己待着。但我在那个时候也惊讶地发现，那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甚至感觉到一种深深的不安，一种好像必须要马上找事情做的焦虑，好像一个人变成了某种应该被修补的缺口。我们的世界越来越拥挤，越来越热闹，却也让人越来越难和自己安静的相处。孤独在这样的时代里被误解成一种没有被需要，一种被剩下。我们怕它，逃避它，甚至在心里偷偷觉得它是失败者的标记。但如果孤独其实不是问题，而是一种能力呢？那我想要和大家推荐我非常喜欢蒋勋的《孤独六讲》这一本书，也推荐你们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找看他一些讲这个孤独六讲的一些论坛，或者是一些有声书。他的语速很慢，声音很柔，就像是深夜里有人陪你说话。他说，孤独是生命里最自然的状态，不是因为没有人爱，而是因为只有你才能陪你走过某些最深的内在路程。那今天呢，我就想要借用蒋勋老师提到的这6种孤独，从情欲、语言、革命、暴力、思维到伦理，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个看似无比连结，却又日渐害怕沉默的时代，我们是否还能学会好好的孤独呢？那因为我在这一集写稿子的时候呢，我发现在一集里面讲完这6种孤独几乎不可能，所以这个主题呢，我会通过上下2集来讨论。今天呢，我会先讲情欲孤独、语言孤独以及革命孤独。那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我点赞、收藏、订阅。下礼拜的话，我们就会继续。那我们先来到第一幕，情欲的孤独。当我们渴望亲密，却仍无法靠近。有时候我们以为拥有一个人就能消除孤单，但你也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枕边人熟睡，你却在黑暗中默默的掉眼泪。牵着手走在街上，心里却像穿越一条无人的街道。爱本来是一种靠近，但为什么有时候越靠近一个人，我却越觉得自己孤单呢？蒋勋在《孤独六讲》的第1讲情欲的孤独当中，并不是要去否定爱的价值，而是试图揭开靠近这件事的幻觉。他写道，我拥抱一个挚爱的身体时，我知道自己是彻底的孤独的，我所有的情欲只是无可奈何的占有。他用这句话去描述了爱里的某一种无力，那不是情感的匮乏，而是一种再多靠近也无法相容的沉浸自知。这句话的背景是他对爱里那种微妙难以逃脱的控制欲的反思。我们以为靠近可以填补空虚，但在靠近的同时，内心却产生一种更深的无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永远无法进入对方的灵魂。它不是在描述一段不美好的恋情，而是在说明，即使是最亲密的拥抱，在那一刻，我们也有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彼此仍然是2个完全独立的存在。这不是情感的匮乏，而是一种对爱本质的一种悲伤清醒。爱里的欲望常常是一种超越边界的冲动，但身体终究是边界的证明。那蒋勋也谈到呢，他曾经也渴望过一种完全的合一，渴望透过情欲让孤独被抛开，但现实是，即使是2具身体交叠，2颗灵魂却仍然拥有一道看不见的墙。这就是情欲的孤独，不是不够爱，而是爱总是落空。那我们来看看心理学的视角。精神分析学家温尼考特曾经说过，独处的能力是情感成熟的表现。我们不是天生就能够好好独处的，那是一种只有在童年曾经被安静稳定的陪伴过的人才可以拥有的能力。也就是说，能独处的人是被好好爱过的人，你才会学会一个人也可以是完整的。
而这里所谓能独处的能力，不是指离群所居，而是指你能够在关系之外与自己相处，安稳，不焦虑。情欲的孤独往往发生在我们渴望爱对方，但其实是想要用对方来弥补内在的空洞。这不是爱，而是一种依附的焦虑。只有先能够独处，才能够真正的靠近他人。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害怕孤单其实曾经是一种生存反射。在远古环境当中，个体如果没有办法融入群体，就等于失去资源与保护，脱队就有可能会死亡。因此，我们的神经系统在数万年以来进化出恐惧被抛下的反应，对冷落会过度的警觉，对拒绝会放大解读。这也让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即使对方没有离开，我们也会预感被丢下。所以在情欲里面，我们经常会不自觉地说出一些控制的话：你是不是变了？你是不是不再爱我了？情欲中的焦躁与占有，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古老系统的残留记忆。如果你不再需要我，我就可能会不再存在。另外，我们从神经科学的视角来看，当我们爱上一个人，身体就会释放催产素，这种被称为爱的荷尔蒙的神经物质会促进信任、拥抱与依附。但研究也发现，催产素会活化杏仁核等焦虑区域，这也是我们大脑当中会去负责处理威胁感与情绪记忆的区域。换句话来说，越亲密就越暴露。当我们越来越在乎一个人，就越容易因为小事而感到不安，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了最脆弱的位置之上，让我们在爱里变得更敏感，更容易焦躁与不安。所以有时候我们越在乎一个人，就越容易想要控制、怀疑，或者是去过度的迎合。这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神经设定。爱会使我们暴露在更高的风险之中。那如果我们从艺术美学的视角来看的话，我想要推荐大家可以看看美国画家爱德华·霍普 Edward Hopper 笔下的这种孤独感，几乎是没有办法去否认的。他的角色常常会彼此靠近，却视线错开，坐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却各自沉默。像他的这一幅画作《房间中的女人》或者是《夜莺》，都呈现出一种熟悉却隔阂的画面。人们靠在一起，却仿佛隔着玻璃。空间设计让每个人像被困在自己的玻璃箱当中，那不只是场景的选择，而是一种心理结构的写照。靠近不保证交汇，拥抱不一定触及心。另外，我想要从语言及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看，爱是说不出的话语缺席。拉冈认为，语言总是延迟且不完整的，爱里最深的渴望往往说不出口。比如说，爱里的语言经常是遮蔽而非揭示的。我们会说我没事，其实是想要说请你再更靠近一点。我们会说祝你幸福，其实是在说你让我很失望，但我还是爱你。语言只能到达对方的耳朵，却无法真正的到达对方的灵魂。这正是为什么爱里的孤独总是如此的深沉。我们以为在说爱，其实是在练习如何不被听见。我们越努力的解释，对方反而会越远离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另外，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今天的亲密关系不只是私人情感，更是一种社会呈现。亚历霍奇柴尔德就提到，情感劳动让我们不自觉地表演爱。我们学会回讯息的正确节奏，学会发现实动态来维持联系。我们知道怎样讲话会比较有安全感，怎样道歉比较能挽回对方。但是沙特却提醒我们，他在《存在与虚无》当中写道，爱在本质上是让自己成为被爱的对象的企图。他认为爱的矛盾就在于，你希望对方自由地选择你，但这也意味着他也可以不选择你。这种渴望被选择又无法强迫选择的处境，这正是爱里面的自由焦虑。我们既渴望被看见，又害怕被吞没。情欲的孤独不只是关于爱不到，而是我爱你，但我还能保留我自己吗？
那我自己会觉得说，我们常常会以为孤独是因为没有人爱，但后来我才慢慢的明白，有些孤独它是只有在爱里面才会浮现的，那不是缺陷，而是因为我们对完全靠近的渴望与落差所产生的一种诚实。所以这一幕我想要说的是，情欲的孤独是每个人都必经的一种内在功课，不是你不够好，也不是你爱错了人，而是只有当你能与自己安稳相处，亲密才不再是一场证明与交换，它会是两个彼此完整的人共同守护的宁静。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二幕，语言的孤独。我们说了很多，却好像越说越远。有时候我说出一句话以后我就后悔了，不是因为我说错了，而是因为我知道对方并没有真的听见我想要说的那一层。有时候我也会听着别人说的话点头回应，甚至是微笑，但心里我隐隐的知道，我们其实并不在一个对话里。在孤独六讲第二卷语言的孤独里，蒋勋写了一段让我久久沉默的话。我试图用各种语言与人沟通，但我也同时知道，语言的终极只是更大的孤独。他说，有时候我们讲了很多话，是为了掩盖内心的虚无。我们习惯用语言来社交，来交代，来占据空间。但真正的重要的这些感觉，爱、羞愧、渴望、失落，常常不是不能说，而是说了他somehow就没有办法被理解了。那蒋勋他自己也说他年轻的时候试图用语言来征服世界，说的越多越有道理，就觉得自己越存在。但后来他自己也发现，当他真正想要说一件事情的时候，最想做的反而是保持沉默。那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比语言更深的在场。这种矛盾我相信你我都经历过，我们渴望被懂，却又怕说的太多。我们用语言来拉近距离，但也可能会因此拉开彼此。语言既是联系，也是遮蔽。这句话就像是一道微弱的灯光，照见了语言的两面，它是桥，也是墙。我们从哲学的视角来看看，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写下那句著名的警句：凡不能说的，就应该保持沉默。这不是要我们回避，而是提醒，语言不是通往一切真理的桥，它本身就像地图，而不是地图本身。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常常以为自己理解了，但实际上只是在语言的框架里打转。我们的思想会被语言的语法与逻辑所限制，因此那些无法被清楚定义的东西，像是爱、存在、羞愧、死亡，要么就会被简化，要么就会排除在讨论之外。而孤独就常常藏在这种说不出、说不清的模糊区域里。所以语言的边界，它决定了我们的世界能够到哪里，而孤独正是我们脚下那块地图画不到的黑洞。我们再从文学的视角来看看，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常常在说话，却总是像在自言自语。审判里面的 K 先生不停地解释、辩护、陈述，但世界仿佛完全听不见，甚至不在乎。世界看似有逻辑、有制度、有正义，但那套语言从来不为他这样的人所设计。另外我还有一集 podcast 是专门讲卡夫卡的故事与他的作品的，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回去看一看。讲到卡夫卡，这也让我联想到当代戏剧 Prima Facie， 由澳洲剧作家 Susie Miller 所写，讲述一位刑事律师在自己遭遇性侵以后，亲身面对法律体制对证词的残酷质疑。那这整部戏的结构呢，正是对这个现实的控诉。受害者的经验无法被现行的法律语言、证据逻辑、理性辩证来完整的容纳，他说出来的话都是真的，但这些真在司法语言的框架下，却会被认为是情绪化、不一致、缺乏证据。当体制仅接受某种语言格式的时候，说出自己就变成一场制度性沉默的风险。而王家卫的电影也是，角色的声音就像是一种隔空传话，他常常用大段的独白说了很多，但没有人真正的回应。语言在这些叙事当中成为了一种自我缠绕的行为，说是为了不那么孤单，但也更显出我们的孤单。如果我们从语言学的视角来看的话，语言学家萨皮尔和沃夫认为，语言不只是描述世界的工具，而是决定你如何看世界的镜头。比如说，汉语偏好动态与关系词，英语会偏好主词、动词、宾语的逻辑直线，
再比如日语用语气、动词变化来建立敬语阶级与亲疏情绪，这也让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不只是去转换词语，而是尝试重建一套新的不一样的情感与关系的思维系统。语言是一种代码，是我们用来指涉世界的工具，但这也意味着它永远无法与原始经验完全重叠。当你说我很难过的时候，那3个字只是一种便利贴，贴在你内心那场洪水的表面。它可能是遗憾、羞愧、害怕、疲累、无力的混合体，但我们只能用一个名词去处理它。语言可以帮助我们交流，也让我们误解彼此。如果我们从神经语言学的视角来看的话，语言与情绪处理本来就分属于2个不同的系统。语言是由布洛卡区和韦尼克区所处理，而情绪则来自杏仁核、海马回等边缘系统。这2套系统呢，它并不直接相连，反而像是2条平行线。我们可以准确地使用语言，却不一定能够表达情感。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清晰的语言去叙述一场伤痛，但那段叙述可能与你真正的感觉毫无连结。我们也可以充满情绪，却找不到语言来说明它。这种神经结构的不重叠，让人际关系被误解成为了一种生理常态。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很多人在心理治疗当中会在说出我没事后突然哭出来，因为语言说的和神经记忆反映的是2个不一致的真相。孤独就是这种内外错频的副作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类学的视角。在某些文化当中，语言不被当成传递资讯的工具，而是一种确认你我存在于彼此眼前的动作。这点在剧场就特别的明显，因为演员他不只是在说台词，而是在说的过程当中与观众共同制造一个我们都还在这里的时刻。在剧场里，我们最记得的从来不是哪一句台词，而是某段无语的凝视，某场气氛里的共振，某句话的停顿。那是一种语言无法覆盖的共在经验。我自己是觉得语言最打动人的地方往往都不在字面上，像有时候我读一首诗，它最打动我的不是它的句子，而是它留白的方式。有时候我最感激的一句话不是安慰，不是建议，而是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我陪你。在语言崩塌的边缘，陪伴才是真正的语言。有时候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交谈，而是你已经说出所有你能说的了，但那些你最在乎的感觉依然没有人懂。所以这一幕我想要说，语言它不是不重要，但它不是通往理解的保证。我们能做的或许不是说得更清楚，而是学会倾听那种说不清背后的沉默，陪着对方穿越那些语言未能命名的时刻，而那才是真正的理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3幕，革命的孤独。为什么每一次改变都是一种被误解的开始？革命并不总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有时候它是一个人静静的选择不再一样。我们提到革命，常常会联想到政治运动、抗争，但蒋勋在《孤独6讲》当中提醒我们，最困难的革命往往不是制度的推翻，而是内在的重整。他说，我们提到革命的孤独，都会联想到政治，但真正困难的革命往往是道德的革命、礼教的革命。我相信革命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就是如克鲁泡特金所说的反叛者，是对自我生活保持一种不满足的状态，进而背叛，并维持背叛于一个绝对的高度。这样的背叛不是冲动，而是一种持续的诚实。诚实的说，这样活下去我无法认同。诚实的选择，即使没人同行，我也不想要违背我自己。他举的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鲁迅弃医从文、王阳明困居农场等例子。那些人不是在做政治上的革命，而是在做自己心灵秩序的翻转。他们放弃被认可，放弃活得正确，只是为了追寻自己相信的价值。那不是叛逆，而是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呢，也常常会容易让人走入一种极深的孤独。这也让我想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不是革命家，但他对雅典民主的质疑与对灵魂之照顾的坚持，最终让他被判死刑。
面对审判，他没有妥协，也不选择逃走。柏拉图在申辩论当中就说，他说一个人不该为了逃避死亡而做不正当的事，他的选择是即使孤独也不去违背他对真理的忠诚。这不是一场胜利，而是一场伦理上的自我承担。我们习惯在死后赞美那些人，但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社会会怎么样看他们呢？梵谷的画被拒绝，被冷落，直到死后他才被视为天才。卡夫卡的小说生前几乎没有人阅读，在他死后还要求挚友帮他烧掉所有的原稿，还是因为他的挚友坚持出版，才让他的小说被众多的人看见。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画让人觉得太寂寞、太阴郁，一度被艺术圈遗忘100年。但他们做的事情其实都很简单，他们只是在诚实地描写一种他们看到但社会尚未准备好面对的现实。这种超前的感受力就是他们孤独的原因。我们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到一个观点，叫做反身性个体，指的是能够跳脱当前制度与社会规范，对自己的处境提出质疑与反思的人。这些人并不一定要激进，但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那就是停止服从，开始思考。但社会并不喜欢这种人，因为反思会带来不安，而不安会动摇现有秩序。于是这些人会被贴上难搞、负面、问题人物的标签，但事实上他们只是提早觉醒了。我们再从认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学者 Lauren Deston 提出一个观点，在知识体制里总有一些人处于边缘位置，他们的观点太前卫、太难分离、太慢被理解。这些人往往既不是主流科学家，也不是传统哲学家，他们是在主流之外慢慢说话的人。他们的声音当下可能会被忽略，但往往在10年、50年后变成新的知识核心。另外，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汉娜·鄂兰在人的条件当中强调一件事：政治的诞生不在于群体，而在于一个人愿意为公共利益说话。他所说的政治行动不是投票、游行或抗争，而是一种选择说出意义，即使没有人支持你的姿态。这样的行动几乎注定是孤独的，因为它不是随众，而是对抗众生。而这份孤独正是自由的开始。我们可以另外看到神经科学的视角，社会神经科学家纳奥米·艾森伯格的研究指出，当我们经历社会排除的时候，大脑当中会活化前扣带皮质 ACC， 这也是处理身体疼痛的区域。这也说明了一件事：被否定、被嘲笑、被边缘化，不只是情绪受伤，它在生理上真的会痛。所以那些选择孤独的说真话的人，其实真的承担了巨大的神经压力。革命从来不浪漫，它是与身体对抗的冒险。我们另外从心理与情绪的层面，心理学家 Rollo May 就曾经说过，创造力来自能够与孤独和平共处的能力。创新与改变不只是知识的累积，而是对孤独的不逃避。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怀疑自己，害怕自己疯了，甚至一度想要放弃。但真正的革命者往往不是为了群众而出发，而是因为无法再对世界说谎。这种孤独不是拒绝社会，而是一种诚实的开始。那我自己呢，也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当我自己说出与别人不同的想法，采取一种不讨好的立场的时候，我会发现身边的人都会开始慢慢的沉默，我不再被邀请，不再被鼓掌，不再被理解。但那一刻，我也开始知道我没有背叛我自己。所以这一幕我想要说，革命的孤独不是要你成为英雄，而是想要提醒你，改变往往是从一个人开始的。一个人静静地说，不，我不愿意这样。那句话也许是无声，但它也正在撼动世界。那今天呢，我们谈了孤独6讲里面的前3种孤独。我们从情欲的孤独开始，那是一种贴近却无法融化的距离，一种爱里深知彼此终究不同的静默。接着是语言的孤独，我们发现有时候话语越多，理解越少，有时候最深的陪伴是一句我不懂，但我在。最后我们走到革命的孤独，每一个选择不再一样的人，都要先学会一个人承受误解，并不逃避孤单的代价。这3种孤独没有哪一个比较高尚，他们都是人在生活里不得不去面对的真实层次。
爱人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还没有学会爱自己；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彼此的世界其实还很遥远；改变的时候，我发现要坚持自己，往往得先承担没有人懂的寂静。但这些孤独不是为了让我们远离他人，而是让我们终于开始靠近自己。那下一集呢，我们就会继续走进蒋勋所说的3种更深的孤独。思维的孤独，我们是否还能够独立思考，而不只是快速的回应？暴力的孤独，在权力、伤害与被伤之间，孤独又是怎么诞生的？伦理的孤独，当世界都走在一条路，你是否还有勇气站在你自己那一边？那就谢谢你今天的陪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要邀请你今晚留下一点点时间给你自己，哪怕只是安静的坐下来，不说话，不做事，试着问问自己，我最近是怎么和自己相处的。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生活美学和哲学的方式的话，请帮我一个忙，点赞、分享并且订阅这个频道。我也很希望听到你的想法，或者你还有什么其他感兴趣的话题，都请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我会继续努力和大家分享我看待世界的眼光。也欢迎关注我的 Instagram， 看看我的摄影作品，和我的 Substack 看看我一些用英文写作的写作作品。那就感谢你今天的陪伴，希望我有一天也能看见你的世界。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谢谢大家，拜拜。